如何实证觉知是存在的？上一期说到，人类的觉知是怎么来的？这一期来说，人要如何实证觉知是存在的？在正片开始前，先说明一下，觉知一般是翻译成觉察知道，觉察先发生，而后能知道。然而我们所觉察知道的，其实是透过层层过滤的内容，离人最近的最后一层过滤是知见层，也就是信念层。关于层层过滤，以后会详细讨论，为了避免偏离主题，这里就先直接说结论。结论就是我们所觉察知道的，最后都是透过知见，也就是信念的过滤。所以我们所觉察知道的，其实都是知见。因此本频道对于觉知的翻译是觉察到知见，因为把觉知翻译成觉察到知见，比单纯的翻译成觉察知道更贴近真实的状况。所以本频道觉知一律指的是觉察到知见，而不是觉察知道。因此要描述知见层的内容时，本频道就会使用觉知这个词，而不是觉察。而如果要描述源头觉、个体觉、载具觉、觉知都有的状况时，本频道就会使用觉察这个词，而不是觉知。那么正片开始，人如何为自己证明觉知是存在的？举一个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什么我思故我在呢？因为我能觉知到思考，而从思考这个客体反照出一定有个在思考的主体，否则是谁在思考呢？思考和在思考的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同生同灭。然而如果硬要比较出一个先后，我的存在应当比我的思考更早发生，因为有我先存在了，才会有我的思考存在。我的思考既然是我的，必然是因为我先存在了，才会有我的思考。所以我的存在应当先于我的思考的存在。反过来说，当我的思考存在了，我必定先存在了。因此只要觉知到我的思考存在，就可以证明在思考的我也存在。所以我思故我在。思考只是内在的一种精神活动，把思考换成其他内在的精神活动依然成立。比如我想象故我在，我回忆故我在，我生气故我在，我感谢故我在，我仇恨故我在，我嫉妒故我在，我快乐故我在。而当我们把内在的精神活动换成外在的物质活动，依然成立。比如我看到某某故我在，我听到某某故我在，我嗅到某某故我在，我尝到某某故我在，我接触到某某故我在。上面的我随着觉知到的对象物而一直在变化。你会发现，当觉知到内在世界的精神活动时，觉知到思考时，我就变成在思考的我，我在思考；觉知到想象时，我就变成在想象的我，我在想象。同样的，回忆、生气、感谢、仇恨、嫉妒、快乐，也随着觉知到内在世界的对象不同，我的内容就不同，我的内容会随着觉知到的内在对象变化。而当觉知到外在世界的物质活动时，觉知到看见某某时，我就变成我在看见某某；觉知到听见某某时，我就变成我在听见某某。同样的，嗅到、尝到、接触到，也随着觉知到的外在世界的对象不同，我的内容也不同，我的内容也会随着觉知到的外在对象变化。我的描述随着觉知到的外在或内在世界的对象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叠加。觉知到的对象的内容会变，比如从思考变成回忆、想象、看见某某、听见某某。在觉知的我的内容会变，比如从我在思考变成我在回忆、我在想象、我在看见某某、我在听见某某。然而，不论觉知到的对象的内容如何变化，不论在觉知对象的我的内容如何变化，唯独觉知不变。觉知不会随着觉知到的内容变化，
不论觉知到什么，不论我是什么，觉知依然是觉知，唯一不会变化的是觉知，并且觉知不仅能够觉知到对象，还能觉知到觉知的整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觉知存在的原因。以开头的我思故我在为例，你不仅能觉知到思考，你还能觉知到思考反照出的那个在思考的我，更进一步的能觉知到我正在思考。从觉知到我正在思考又反照出了在觉知到我正在思考的我，还能更进一步的觉知到我正在觉知到我在思考这整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觉知是存在的，是因为觉知不仅能觉知到对象，也能觉知到对象的整个过程。觉知借由觉知到对象的整个过程，而从觉知自身证明了觉知自身是存在的。觉知对于自身的存在是自证，而不是他证。也就是说，觉知无法从自身以外的任何对象来证明觉知自身的存在，却是透过觉知到自己正在觉知某某对象而知道觉知自身的存在。觉知的对象可以是物质或精神，也可以是正在觉知到某某物质或精神。因此，觉知借由觉知到正在觉知，而为觉知自身证明了觉知自身是存在的。结论：觉知借由觉知到对象的整个过程，而从觉知自身证明了觉知自身是存在的。觉知对于自身的存在是自证，而不是他证。觉知无法从自身以外的任何对象来证明觉知自身的存在，却是透过觉知到自己正在觉知而知道觉知自身的存在，使觉知为觉知自身证明了觉知自身是存在的。